黄明的尸体怎么处理？简单，直接把尸体扔下山崖。你放心谈不？别担心，我们只是暂时合作而已。他若是要咬我，我也多的是方法收拾他。没他们两人，暂时不用担心腹背受敌。许无言看向林默，腹背受敌，还有谁？山洞这边，林硕做好了早饭，没有见到他娘柳英起来。他进到帐篷里面去喊人，等进去之后，这才发现他娘双眼紧闭，一脸的潮红，蜷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。娘！林硕冲过去，伸手摇了他一下，发现没有任何动静之后，转身急冲冲地朝外跑。穆大夫，我娘怎么样了？她怎么样了？你娘传染了10亿。什么？我娘都喝过药预防了，而且也没怎么和他们接触，怎么还会得10亿？不是说你喝了药预防就不会得，你娘林夫人体弱，自然会比你们更容易中招。穆大夫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还有药给我娘用吗？现在我哪里有药？只能等你姐他们回来才有药可用。我问过魏延了，我姐和姐夫他们最快也要今晚才能回来，这中间还有这么长的时间，没药我娘会不会出事？还有，要是他们在这中间有事耽误，回来的会更晚，那到时候怎么办呀？林硕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从你娘发病的情况来看，恐怕她的病情要比其他人的来得复杂，所以必须尽快用上药才行，拖久了怕是对你娘不好。徐宪瑜让一旁的徐梦贤过来帮忙柳英擦拭额头降温，而他匆匆地朝帐篷外走去。他记得药都是嫂子从马车上拿下来的，嫂子做事会留一手，他要去看看马车上嫂子有没有留药，可惜他失望了。翻遍马车车厢，除了找到一些金疮药之外，就没有找到其他的药。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找林硕。你走吧，林硕现在没心情见你。我有他需要的东西，药。林硕，他有药。药呢？在这儿。穆大夫，是你娘之前药方配的药。你怎么会有我嫂子的药？之前发给我弟的，但我弟没用上，他只是普通感冒，头晕了下，睡醒就好了，所以我就没煎这药。我听到林夫人感染了10亿要用药，这才拿出来的。谢谢你，穆大夫。那我现在可以拿去给我娘煎药了吗？你娘的病情比较复杂，怕是这药方不行，还得再加一些药。我先回去看看有没有药。徐宪瑜皱了皱眉，他总感觉这个沈琉璃不怀好意，但是药又没有问题，一时之间他也吃不准对方葫芦里面卖的到底是什么药。而穆大夫那边一番查找之后，终于找到了他所要添加的3味药中的2味，还差最后1味麻黄。缺麻黄，穆大夫反而不担心了，麻黄有很多的，按照他对麻黄的生长特性了解，这一带适合麻黄生长，出去找肯定能够找得到。他把这个跟林硕一说，林硕问清楚麻黄的样子之后，立即冲出去要去找药。你一个孩子，谁放心你出去？你去找徐平安他们，让他们出去找，顺便我画个图让他们辨认。林硕立即点头，冲回去找徐平安他们，转了一圈，问了人才知道他们带人去找柴火了，怎么就刚好这个时候不在呢？不行，现在外面风雪交加，一个小孩出去很容易出事，我绝不允许你出去。穆大夫，可我娘病得厉害呀，我不能看着我娘出事。我出去找，你在这儿。不行，穆大夫，这里大家都靠你，你不能冒险。是啊，穆大夫，你不能冒险。穆大夫，你可以把麻黄的样子以及其生活的环境告诉我们，我们去找，你总该放心了吧？你们，谢谢你们。你没必要跟我们这么客气，你姐都把药拿出来了，甚至还冒险去买药，相对比这个，我们做的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对，穆大夫，你快说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知道了就立即出发。我知道，我跟你们一起去，你放心，我力气很大，不会有事儿。此时外面积雪已经到膝盖处了，每走一步他们都相当吃力。林硕，可以啊，年纪轻轻，这步子又站得这么稳，将来不可限量，加油啊！东阳哥，你别夸我了。哦，对了，麻黄草洗干，我们往高处走，或许能找到。好。3人没再说话，迎着风雪弯着腰继续往前走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忽然听到身后传来扑通一声巨响。谁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想帮你找药。不用你帮忙，你赶紧回去，外面太冷了，而且路不好走，很容易出事。如果我也要帮忙呢？多个人多份力，不是吗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要10斤米，还有1床被子以及1瓶金疮药。好，那就走吧。林硕，带上他不好吧？带你一个人，我们都不一定能够保证你的安全。现在又多一个小姑娘，怕是更麻烦。她若出事，我们没有办法跟沈家人交代。我不用你们保护，所以不用担心我会给你们添麻烦。
劝不走他的，不如带上他，不然他自己乱跑，出了事我们才更麻烦。林硕眼底快速地闪过一抹暗光，沈琉璃她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心来帮他，他可没有忘记他对自己姐姐时的态度。至于他的目的是什么，只有把他放在自己身边才能知道，不然他躲在暗处搞事，那才叫做防不胜防。既然都出来了，那就一起，记得跟紧我们，千万别掉队了。没有。他朝四周看去，白茫茫的一片，草色都难见一片，很难找。林硕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穆大夫说过，麻黄耐寒，就算是这么冷天气都不会枯萎，不会枯萎肯定是还生长着，就算是雪覆盖了，因为枝干挺着会凸显出来，循着这点去找，说不定能够快一点。有了方向，他们寻找的速度快了许多，只可惜收获的都是失望，而不知不觉他们竟走散了。等林硕发现不见刘东阳他们时，他竟来到了一处悬崖之上。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然后我们回去找东阳哥他们。说是自己，你干嘛？你休息够了，咱们就下去找刘东阳他们。沈琉璃眼底闪过一抹遗憾，林硕这小子躲的是够快的呀。他很遗憾地朝悬崖下看去，这一看愣住了，这算不算天助我也呢？沈琉璃，走啊，我们要赶紧去找东阳哥他们了。你来看看，这是不是你要的麻黄？麻黄？果然，一株麻黄竟生长在一处崖壁上，其株干上被冰雪覆盖着。用这绳子绑着我，我下去采。什么？不行，这不是你的事儿，我不能让你来冒险，我下去就行了。你确定？这麻绳不粗，怕是承受不起你的重量。若是断了掉下去怎么办？谢谢你，我之前误会你了，你人挺好的，记得该给我的报酬就行。沈琉璃，要不我们另外想办法，我去找东阳哥他们过来，他们应该有办法，你还是别冒险了，要是你发现的，报酬我会给你的。你娘拖得了，你一会儿要拉我上去。说完抖着身体，抓着绳子慢慢地往下移动。回头看向身后，沈琉璃有那么一瞬间的后悔，但是很快他眼神又变得严肃起来，再次试探地往下移动。沈琉璃！看到沈琉璃瘦削的身影在半空中晃来晃去的时候，这才松了口气，幸好有绳子。而此时的沈琉璃脸色白得可怕，身上也被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但是想到自己的目的，沈琉璃脸上多了一抹坚毅。都到这儿了，他不会让自己的苦白吃的。想到这儿，他努力地摆动着身体，想要靠近那一株麻黄。小心点，沈琉璃，你小心点，别勉强自己，慢慢来。踩到了！沈琉璃，你真厉害，我马上拉你上来。沈琉璃点头，把手中的麻黄塞入怀里，然后双手抓住麻绳，但他的眼底此时多了一抹比寒冰还要冷的寒意。快了！随着绳子的移动，沈琉璃的身体正一点点地往上移动。就快到悬崖边上的时候，沈琉璃朝林硕伸出手：“快拉我上去！”林硕想都没想，伸出了左手朝着沈琉璃的手抓去。但就在他伸出手的时候，沈琉璃的手先一步抓住他的手腕。林硕怀疑他抓自己的手腕，他也不好用力啊，不是应该抓自己的手吗？不等他反应过来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悬崖方向摔去。林硕瞪大双眼，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沈琉璃，这般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要他的命吗？他终究还是大意了，他死了，他会把药给他娘用吗？林默和徐无艳三人在天色彻底暗下去时，终于赶回到了山洞。他们的顺利归来，让不少人都激动地冲向他们。太好了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，有救了！你们这一路上没事吧？忽然扑通一声，有人冲到他们面前跪了下去。滚！别在这里假惺惺！滚！你给我滚！你这个害人精！被推倒在地的沈琉璃半趴在地上，默默地掉眼泪，而他嘴里一直说着对不起，不是故意的之类的话。怎么了？我娘和我弟呢？只见帐篷内，他娘盖着被子躺在地上，而徐梦贤在一旁照顾他。嫂子，我娘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失忆？不会的，明明他已经很努力地改变了，一切都改变了的，他还做了这么多的预防，他娘怎么还是会感染失忆呢？不会是不管自己再努力也改变不了他们最终的结局，不过是换了另外的一种想法？不会的。李默抿紧了唇，他不允许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他娘和弟弟也一样。穆大夫，嫂子，英姨已经用了药，情况好了一些，还有，对不起。他低着头，
把林硕出事的事给说了出来。徐平安他们和其他人都已经去找林硕了，只是现在还没回来。嫂子，对不起，你出去时我答应你会照顾好他们的，可是我都没做到。英姨感染10亿，林硕掉落悬崖，对不起，都怪我没看好他们。沈琉璃，我弟弟是怎么掉落悬崖的？他弟弟吃过大力丸的，怎么可能在拉他起来的时候后继无力，脚打滑，从而掉落悬崖呢？他一定在说谎。他拉我上去时脚打滑掉落了悬崖，都怪我，若我没让他拉我，他就不会出事。林墨，冷静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人，始作俑者迟点收拾。现在所有的一切听着就只像是一个意外。林硕掉落悬崖是因为自己脚滑的缘故，但沈琉璃却采回来麻黄给柳英入药了，对柳英是有恩的。倘若林墨再继续对沈琉璃出手，怕是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带上他找人去，林硕会掉落悬崖绝对与沈琉璃有关，沈琉璃死定了。徐少夫人，我们也去帮忙。而就在此时，人群里不少青壮年什么话都不说，直接跟着就走出去了。沈家这边，你说沈琉璃这个死丫头不会给我们惹麻烦吧？沈青云没说话。沈琉璃这丫头主意正得很，但拿自己来冒险，他觉得他倒没这个胆子。毕竟刘东阳送他回来的时候说他整个人是悬挂在悬崖之上的，在空中飘荡来飘荡去，身上就一根细麻绳绑着。他不觉得沈琉璃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拿自己的命来冒险，所以这或许就真的只是一个意外。你放心，他要是敢做这种事儿，我立即赶他出沈家，沈家没他这个女儿。满意了？他四叔，你还不去看看邦国这个儿子？这孩子都躺了几天就没起来过，也没见他说过话。若是生病了，趁现在有药，赶紧去请穆大夫来看看呐。哼，麻烦，一个两个都不省心。臭小子，你怎么样了？哪里不舒服赶紧说。沈邦国见他没搭理自己，他立刻骂骂咧咧的弯腰伸手去拉沈邦国。沈青云连忙走过去，一看顿时愣了，死灰色，身体僵硬。沈邦国早就死了，而且脸上还有尸斑，看样子不是刚死，似乎死了很久。沈琉璃疯了吗？邦国死了，他居然都没告诉我，还把他尸体留在这儿，是吓死谁啊？这个臭丫头，可恶！而此时徐宪宇也闻声赶来，看到死的不能再死的沈邦国，脸突然一沉。沈琉璃是故意的，他是在报复，他要报复他嫂子他们。这也解释得通，他为什么会还有药，因为在他嫂子拿出药来的时候，沈邦国就已经死了，药自然就没有用，所以他把这一切归责到了他嫂子身上，想让他嫂子也尝尝失去弟弟的滋味。可恶！想通了这些的徐宪宇想冲出去找林墨，想提醒他这个事儿，但走了几步他停了下来。他不能一个人出去添乱，他若是一个人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出去，很容易出事，他需要人帮忙。抬脚朝着老魏冲去，这事儿必须尽快要通知他嫂子，不能拖。我弟林硕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。他就是想拉我上去时脚打滑才摔下悬崖的，对不起。好了，你也别哭了。徐少夫人不是那种是非不分的人，若不是你所为，她定然不会为难你。她问你什么，你直接回答就是了。徐无艳已找到下崖的方法，要绕到另外一侧下去。这么高摔下去，不知道尸体还能不能保持完整。他好期待林墨接下来的表现。一个女孩子怎么会笑成这样？是我眼花了吗？刚才肯定是被雪花晃花了眼。沈琉璃，走了。来了，六爷。六爷，我能拜托你帮我一个忙吗？一个小忙。小心一点。下悬崖的路很陡，许无艳走得很慢，她边走边护着林墨，怕他摔倒。我没事的。许无艳，你觉不觉得奇怪？徐平安他们早就出来找林硕了，可这一路上我并没有看到他们，也没有发现任何动静。还有，你看这崖底也没有任何动静，看上去下方根本就没有人活动。许无艳看了一眼崖底的方向，也皱起了眉。是啊，这一切太过诡异了。他们这闹出的动静不小，徐平安他们如果在附近的话，肯定会弄出动静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双方会合。但是现在没有半点动静，那就只有两个可能：一，他们不在附近，不在崖底；二，徐平安他们全出事了。单独一个徐平安可能会出事，但他们6个人在一起，想让他们全军覆没很难的。我们上当了。
沈琉璃骗了我，该死！快上崖底冲，有危险！徐无艳雨快速地朝山顶冲去，很显然他也猜到这个可能，准备先发制人。小心，全都躲开，往一边躲！夫人，快躲开！一块2人抱不过来的巨大石头朝他们滚了下来。该死的，这石头滚落下来，被碾压到的话，不死也得废啊！他正想往一边躲时，但石头的滚落速度比他想象的要快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他伸出了手，不知道能不能挡得住。不等他尝试，下一秒他被徐无艳扑倒，力量过大，来不及站稳的2人一同朝一旁的悬崖滚落。林洛那个讨厌的女人终于死了，还有这些冷血无情、见死不救的人也会受到血脉的教训。没过多久，有人从积雪里面爬了出来，1个、2个，还没等他们来得及庆幸自己死里逃生，紧接着上面再次滚落下一块块的石头。快跑！石头又滚下来了！快跑啊！是沈琉璃，是他带人搞的鬼！不管他们怎么尖叫，怎么躲闪，石头依然一块一块的往下滚落，一副不把他们砸死誓不罢休的样子。小六子！张爷，六爷伤到的是头。徐宪瑜沉着脸，同时快速掏出金疮药，倒出一些在自己的手心，然后压在他伤口上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是沈琉璃，是他拿石头砸伤了我，跑了。那我嫂子他们呢？前面。徐宪瑜立即把手中的金疮药塞给小六子，抬脚朝前冲去。徐大小姐，别冲动。小六子，你去追他，千万别让他有事。我没事，我缓口气，我再去找你们。我去追他。小六子，你走不了，就待在这儿，一会儿追到人就回来找你。都是小姑娘，这沈家的怎么下手这么狠？那一石头分明就是想把我给砸死，差点被他砸死啊！果然还是徐家姑娘好。徐家姑娘不但有礼貌，脾气好，就算是急也知道关心人，所以能怪我向着徐家人吗？有声音在前面。徐大小姐，张爷，他们就在前面，我可以自己赶过去，你回去照顾六爷，我没事的。我嫂子他们就在前面，我过去和他们会合就行了。我先护送你过去，再回来找小六子。你小心点，这是悬崖上，风大，很容易被吹下去。我知道，谢谢张爷。沈琉璃，你竟敢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我的亲人，你该死！沈琉璃，住手！我让你住手，听到没有？我嫂子和我哥呢？他们，你说从这里滚下悬崖，会不会直接去找阎罗王喝茶啊？不可能的，他嫂子和他哥那么厉害，他们不会滚下悬崖的。徐宪瑜，你为什么要来？我没打算对你做什么，可你主动送上门来，你说我若是不做点什么，是不是对不起你大老远的跑来啊？哼，沈琉璃，你就是个神经病！你真当别人不知道你的秘密？你弟弟沈邦国死了，你就迁怒人，害人性命，想给沈邦国陪葬，你够了！你们动了我弟弟！哼，是你爹动的，你爹还让人把他的尸体给扔出去了，像扔垃圾似的扔掉，有种你回去找他算账呀！你敢吗？你们都该死！失去理智的沈琉璃愤怒地朝徐宪瑜冲去，徐宪瑜等的就是这一刻，失去理智，他才有机可乘。在沈琉璃朝自己冲来时，徐宪瑜毫不犹豫地举起手，他手中握着一块石头，石头狠狠地砸在沈琉璃的头上，瞬间清冷的夜风当中多了一抹血腥味。沈琉璃，你不该惹我徐家人，我告诉你，我大哥和我嫂子若有事，我定杀了你！徐宪瑜，那你现在可以杀了我，他们已经坠落了悬崖，但你敢杀我吗？你敢吗？啊？你不敢！你别想骗我，不可能！我哥武艺高强，我嫂子力大无穷，就你扔的这些石头，根本奈何不了他们。徐大小姐，他说的是真的，你哥和你嫂子真的掉入悬崖了，就是这个贱人，从这里推了一块巨石下去，你哥为了救你嫂子，这才双双坠落悬崖，也是因为这个，我们很多人都受伤了。沈琉璃，你竟敢伤他们，你敢害他们，你心肠怎么这么狠毒？几巴掌下去，沈琉璃的脸已经肿了起来，嘴角也流出了血。因为你们欠我
若不是林墨的贱人，我娘不会被打；若不是你徐家人见死不救，我娘也不会死；若不是这些人没把生病的人赶出去，我弟就不会被传染，就不会死。这一切都怪你们！沈家人果然自私自利，以自我为中心。我嫂子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你丝毫没检讨过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就把责任全推到别人身上。你娘若不煽动人抢粮食，她若不是把事推到英姨身上，会挨打。你我两家结了仇，我们为什么要给你金疮药？我们也需要留着金疮药给自己保命用，而且当时距离镇上都不远。你既然这么孝顺，为什么不自己去给你娘买药，而是寄托别人给？还有你弟的死，那就更离谱。穆大夫检查了，他几日之前就已经死了，根本就不是因为失忆，而是因为太累，身体撑不住，再到山洞时就已经死了。说起来，这些都是你沈家人自己造的孽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算账？你这种人就是自私冷漠，在你眼中，你沈家人都是好人，别人都是坏人，但所有事情在外人看来，这些全都是你们沈家人自己造的孽。没错，就是。从下面爬上来的众人纷纷指责沈琉璃，这指责声让沈琉璃头胀欲裂。是你们害死了我娘和弟弟他们，我要杀了你们，为他们报仇，你们都给我去死！既然一次弄不死你们，那我就再弄一次，你给我去死吧！沈琉璃伸手恶狠狠地朝徐宪瑜推去，想把他推下悬崖，但徐宪瑜的动作比他更快，右手捡起一块石头，再次狠狠地朝他的头上砸去。这一次他用尽了全力，沈琉璃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，保持着推的动作，他的身体重重地向后倒去。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他的命运不该这样，不对，一切都不对。我是自卫，失手砸死的他，对吗？好了。林默是被冻醒的，而晕倒之前的事儿也一一回到了他的大脑里。徐无厌！林默扑了上去，见他没反应，浑身发抖。他甚至没有勇气去试探他是死是活，他怕。尝试了好几次，终于颤抖着手放在他的鼻翼下，感觉到鼻翼下的温热，林默这才狼狈地瘫坐在一旁，人也狠狠地松了口气。许无厌伤得很重，身上大大小小的擦伤无数，最重要的是他的一只手一只脚以不同程度的歪曲着。林默很难受，他感觉自己的心像是被人捏着一般，疼得他几乎吸不过气来。不要怕，我会保护你。许无厌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随后手一挥，带着许无厌进了空间。许无厌伤成这样，再待在外面不死也会被冻死的。进入空间，林默立即找药，但凡能保命的药，不管珍不珍贵，一股脑的给许无厌喂下，其中不少是皇宫太医署里的珍藏，也有一颗是空间给的奖励续命丹。随后动手解开他的衣服，给他处理伤口。在衣服解开的瞬间，林默再次手抖，他的情况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严重。除掉擦伤、划伤以及摔断的左手臂和右腿之外，胸口的这些骨头也断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伤到肺腑。林默强忍着泪意，强迫让自己不要乱想。对，先固定。在准备固定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上次空间奖励的药里面有一个是专门治疗断肢的。他停下包扎，立刻翻找，很快手中多了一个小黑瓶，